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翟艺莹2026最强资源，三剧霸屏加申浩南高甜 CP， 谁能不圈粉？近期短剧市场竞争异常激烈，每天都有大量新剧上线，但真正能实现资源集中爆发，同一档期连播3部风格迥异主创作品的年轻演员并不多见。翟艺莹作为一位2002年出生的河南籍女演员，毕业于上海立达学院，又称震旦职业学院，从2021年参演《千古绝尘》饰演小芝，2021年主演动作电影《英雄狼部》开始，逐步在短剧赛道站稳脚跟。2023至2024年间，她已出演过多部微短剧，如《盛宠娇妻》、顾少的闪婚娇妻、赤野温柔等，积累了扎实的短剧劳模口碑。进入2026年，她迎来职业生涯的明显爆发期，暗恋成婚、朱砂吻、昼以继夜3部作品几乎同期上线，分别定档3月底至4月初，播出平台覆盖红果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及其艺、果 TV 等主流渠道。这种密集输出不仅体现了他在短剧资源获取上的优势，也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他从单一甜宠形象向多元角色转型的努力。目前3部剧热度持续攀升，讨论度高涨，翟艺莹正处于职业上升期的稳定发力阶段。在短剧行业普遍追求流量与快节奏的背景下，他用实际作品证明了自己具备一定的市场号召力和角色适配能力，而非单纯依靠单一类型标签。暗恋成婚是3部剧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部，核心设定为先婚后爱与暗恋成真相结合。故事背景设定在北城，女主角仲熙然在雪夜遭遇初恋背叛后，通过商业联姻嫁给齐思年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场利益婚姻，4年冷战期充满误会与克制，真相揭开后，才发现男主齐思年已暗恋女主长达11年。这种怕你发现又怕你不发现的隐忍深情，成为全剧最打动人的情感内核。剧情主线围绕两人从契约婚姻到真心相守的过程展开，没有过多外部狗血冲突，而是通过日常细节和内心拉扯推动叙事，属于典型的细水长流式甜虐剧。翟艺莹在剧中饰演的仲熙然，前期呈现出被背叛后的隐忍被动、情感克制状态，后期则逐步展现出勇敢奔赴、主动追求的转变。这种人物弧光跨度较大，他处理的较为自然，尤其是哭戏部分，破碎感和情绪递进具有较强感染力。观众能明显感受到他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出击的细腻层次，前期眼神中带着隐忍的痛楚，后期笑容里多了是然后的坚定，哭戏时脸部肌肉的微颤和声音的哽咽都显得真实可感，没有刻意放大悲情。申浩南饰演的齐思年则以高冷总裁形象出场，通过细节化的眼神、克制的举动和偶尔流露的温柔，把11年的暗恋情绪传递得淋漓尽致。例如，男主在日常中为女主准备早餐却故意装作冷漠的桥段，以及在家人面前互相维护的默契，都让观众感受到小心翼翼的爱。两人同框 CP 感拉满，甜虐交织的节奏感突出，既有心动时刻的暧昧张力，也有拉扯期的情感博弈，整个表演张力较强。这一部整体偏向成熟情感戏，对演员的内心戏把控要求极高。翟艺莹的表现证明了她在处理复杂情感关系时的稳定性。与暗恋成婚的甜虐浓烈形成鲜明对比，朱砂吻完全回归校园纯爱赛道，避开了常见的狗血三角恋、雌竞或强冲突，主打理科天才与文科学霸从互对到双向暗恋的青涩过程。剧情以高中同桌关系为起点，因名字结缘的青梅竹马设定增添了宿命感。男主角唐诗是典型冷拽学霸，嘴硬心软，女主角宋慈则是外柔内韧的文科翘楚。故事聚焦青春期小心翼翼的心动，日常互动中的关心与试探，从校服到婚纱的3年等待，最终在燕大相守，整体氛围轻松治愈，强调纯粹的情感试探和双向奔赴的美好。
没有外部压力，主要靠内心独白、细节小动作和校园日常推动叙事，青春滤镜自然不做作。翟依莹饰演的宋慈，把少女在情感面前的羞涩与勇敢演绎得极为自然真实。她外表清澈灵动，眼神中带着文科学霸的温柔坚韧，在互对时嘴角的轻笑，在心动时刻的低头抿嘴，都捕捉到了青春期女孩特有的细腻情绪变化。与张宏明的互动节奏轻快，甜度控制到位，没有刻意堆砌工业糖精。例如，女主给受伤男主贴创可贴、泡热牛奶的暖心细节，以及男主偷偷色笔记却嘴硬顺手的反差萌，都让观众感受到校园暗恋的悸动。两人化学反应突出，张宏明的活力少年气与翟依莹的温柔少女感高度适配，讲台上的偷偷对视，图书馆的默契辅导，指尖的轻触，都还原了真实青春的青涩感。这一部更考验演员对轻松节奏和自然表演的把握。翟依莹的发挥让整部剧保持了清新克制的基调，与前作的情感浓烈形成强烈反差，突出了她对不同年龄层角色情绪的适配能力。如果说前两部都以情感线为核心驱动，那么《昼以继夜》又名《明日如昼》则将焦点转向女性群像与事业逆袭，属于典型的都市女性成长向作品。剧集以3位性格各异的都市女性为主角，张婧仪饰演的温夏，翟依莹饰演的叶星辰，以及其他女配的沈念和等，讲述她们在原生家庭、婚姻危机与职场风浪中的挣扎与觉醒。翟依莹饰演的叶星辰是落魄千金形象，前期处于低谷期的冷静隐忍，后期则专注事业逆袭，展现出果敢飒爽的一面。剧情减少传统恋爱脑元素，强调清醒、独立和全员不依赖感情的叙事，3位女性互相扶持，共同面对情感与事业的双重考验。翟依莹在剧中把女性力量感表现得较为真实自然，前期低谷时的眼神冷静中带着隐忍，后期事业期的果断与专业感并存，没有刻意美化或弱化人物困境。搭档刘宇航饰演的毒舌律师与他从博弈到相守，关系推进逻辑合理，没有强行甜化冲突。整部剧叙事重心在于女性自我成长和职场线，例如叶星辰在事业低谷中的坚持与觉醒过程，以及与其他女性的互助情节，都给人解气和励志的感觉。这一部对演员的要求是既要有情绪张力，又要兼顾事业女性的独立气场。与前两部的情感主线差异显著，更多突出的是全员不恋爱脑的清醒叙事。翟依莹的表演在这里展现出更强的可塑性，从柔弱到飒爽的切换自然流畅。3部剧题材跨度极大，情感基调各不相同。暗恋成婚侧重成熟婚姻中的隐忍深情与情感拉扯，朱砂吻聚焦青春期纯粹心动与治愈氛围，昼以继夜则强调女性独立成长与事业觉醒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剧情类型上，也直接考验了翟依莹的角色塑造能力。从隐忍柔弱的联姻妻子，到外柔内刚的校园学霸，再到清醒果断的落魄千金，她在短时间内完成了3次明显的形象切换和情绪基调转换。无论是暗恋成婚中哭戏的感染力，朱砂吻里青春互动的自然感，还是昼以继夜中事业线的专业与飒爽，它都展现出一定的可塑性和对不同角色的把控力。这说明他在短剧赛道正逐步摆脱早期甜宠或虐恋的固有印象，向更多元、更有深度的方向发展。从职业轨迹看，翟依莹从2021年出道至今，已积累了超过70部作品经验，涵盖古装、动作、都市、校园等多种类型。2026年的3剧同播，不仅是资源倾斜的结果，也体现了他在选角上的主动性。在短剧市场普遍追求快餐式消费的今天，他选择题材差异化的作品，显示出对演技提升和观众口碑的重视。相比一些流量型短剧演员，他更注重角色深度和表演细节，这为未来向中长剧或影视剧转型奠定了基础。当然，短剧行业更新换代快，竞争激烈，翟依莹仍需继续打磨演技，拓展圈层。但从目前3部剧的反响来看，她的上升势头清晰可见，
资源爆发期也为他提供了更多曝光和尝试机会。总体而言，翟一营这3部剧的同时上线，无论是从资源获取、曝光度还是作品多样性上，都标志着他正处于职业上升期的关键节点。在短剧赛道，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是流量工具人，而是具备一定专业素养和转型潜力的年轻演员。未来，随着经验积累和平台支持，他有望在更多类型作品中展现更大突破。追完这3部剧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最喜欢翟一营的哪一部作品？最磕哪一对 CP？ 是暗恋成婚李申浩南与他的11年隐忍深情，还是朱砂文里张宏明与他的青涩校园心动，又或者是昼以继夜里刘宇航与他的清醒事业相守？